欢迎收听。我们今天拿到了你发来的这份公司年报摘要，一起来深入看看这家公司上个季度，也就是2024年第4季度具体怎么样。好啊，咱们重点看看核心数据，还有它现在的财务状况，再聊聊未来的方向，是吧？行。那我们先从最直接的这个营收看起。报告说，第4季度收入1724亿，环比涨了310，听着还行哈。对，这个310的环比增长，主要看是哪些业务带动的。报告里提到，这个增长啊，主要是靠广告，还有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这2块。哦，广告怎么样？广告挺厉害的，环比增长了17%，到了350个亿。报告说是因为他们的 AI 广告平台升级了，效果好了，加上年底嘛，电商活动多，视频号、朋友圈这些地方的广告投放也多。有道理。那金融科技呢？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也挺稳的，环比增了6%，收入是561亿。支付活动、消费贷、云服务这些都在涨。但是呢，有个情况要注意，他们的传统强项就是那个增值服务，包括游戏、会员什么的。收入反而降了，环比降了多少？环比降了4%，到了790亿。游戏业务怎么会降呢？感觉一直很赚钱呢。这个都分开看，国际市场的游戏，因为有新游戏上线，其实环比还增长了10%，挺不错的。但问题出在本土市场，就是国内。国内游戏收入受季节性影响比较明显，环比降了11%。哦，这样啊。对，还有社交网络收入也环比降了3%。报告说是跟手游里卖虚拟道具的季节性回落有关，所以你看，增值服务里面也是冷热不均。明白了，这块是有点分化。那用户数据呢？这个是基础吧？没错，用户是根基，微信加上 WeChat 合并月活还在涨，到年底是13.85亿，同比就是跟前一年年底比增长了3%，环比嘛稍微慢点，微增0.2%，但总的来说，这个基本盘非常稳固。这对广告和金融科技是好消息。那 QQ 呢 ？QQ 怎么样 ？QQ 这边，移动端的月活用户数确实是在下滑，同比降了5%，环比降了7%，现在是5.24亿。这个趋势，确实需要关注一下。那付费会员数量呢？刚刚说游戏收入有波动，会员这边，付费会员，看那个日均数字啊，是2.62亿，同增长了7%。这个增幅还可以，但是呢，跟上个季度比，就是环比稍微降了一点点，降了1%。这跟国内游戏收入降了有点关系。对，可能跟那个还有一些季节性因素都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看完了业务表现，再来看看这家公司的家底怎么样，就是说财务状况还健康吗？我看报告提了不少投资的事儿。对，他们的投资摊子铺得挺大。到2024年底，手里持有的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，账面价值加起来超过8800亿人民币了。哇，这么多！那这些投资赚到钱了吗？这个是亮点。2024年整个投资组合的回报是正的262亿。你要知道，2023年的时候还是亏了快27亿呢。哦，那差别挺大。主要是迟滞了一些投资带来的收益，还有一些公允价值变动什么的。当然也提了些减值准备，投资回报看着不错，那现金流和负债情况呢？手头紧不紧？这个地方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。年底账上的现金和等价物是1325亿，比年初的时候少了大概4000亿。哦，现金少了。对，同时呢，借款也不少，银行借款大概2229亿，还有盈富票据差不多1392亿，加起来有3600多亿的负债。所以说，虽然投资赚了，但现金在减少，债也不少。可以这么理解，家底儿虽然厚，但现金流和负债水平是需要关注的指标。那他们建议提高股息，每股派4.5港元，比去年多了不少，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，给股东点信心？有这个可能。提高派息通常被市场解读为公司对未来有信心，并且愿意回报股东嘛。当然，这个最终得股东大会说了算。了解了。那看完家底儿，他们对未来怎么打算的？报告里好像反复在提一个词儿。对，你肯定也注意到了，就是 AI 人工智能。报告里说得很清楚，
他们重组了 AI 团队，还要增加这方面的资本开支，就是砸钱。要搞大动作。对，要搞自己的原生 AI 产品，还要用 AI 来改善现在的广告和游戏业务。他们觉得这能提高效率，延长产品的生命力，还能创造长远价值。主席报告里也提到了，像微信里的小商店，也是在用技术来提升用户互动和交易能力。听起来 AI 是他们未来的一个重头戏。这个跟报告里提到的风险有关系吗？有直接关系。报告里专门提到了市场竞争及创新风险，而且认为这个风险在上升，特别是在 AI 这种前沿技术突破的背景下，竞争肯定更激烈了。所以，加大 AI 投入就是他们应对这个风险的核心策略之一，是吧？对。另外，他们还提到了 ESG，就是环境、社会和治理，说这个东西也已经纳入核心战略了，会影响持份者对公司价值的判断。明白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梳理下来，感觉这份摘要给我们描绘的画面是，这家公司2024年第4季度靠广告和金融科技撑着，收入还算稳健，微信这个基本盘也很牢固。但挑战也挺明显的，比如 QQ 用户的下滑，还有游戏业务的季节性波动。没错，而且很明显，公司现在是把重注压在了 AI 上，希望这个能带来下一波增长。投资方面去年表现挺亮眼，但现金的减少和负债水平，确实需要留意。提高拍息算是个积极的信号。好的，那么最后留给你思考一下，面对 QQ 用户数下滑的现实和对 AI 这种前沿技术的大力投入，你觉得这家公司未来要怎么去平衡它的老本行和这个新赌注呢？这种平衡又会怎么样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们每天都在用的那些产品。